经过1个月的遮遮掩掩，美军终于公布了一份语焉不详的核潜艇碰撞事故调查结果，称该潜艇在南海水域相撞的物体是未知的海底山。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称，这份报告对于外界严重关切和疑虑的问题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这充分暴露了美方的不透明和不负责任。中方也再次敦促美方详细说明事故的有关情况，充分回应地区国家的关切疑虑，关键是要停止派军舰军机四处滋事挑衅、炫耀武力。那么，如何看待核潜艇撞上未知海底山脉这个说法？核潜艇当时可能在海底干什么？美军下一步在南海有何动向？来看报道。对于美国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10月2号在南海发生的碰撞事故，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言人周一发表声明称，调查确定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行动期间与一座未知海底山脉相撞，导致核潜艇在水下搁浅。据美媒报道，调查结果目前已移交给美国海军第7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对这一事件采取额外的追责行动。报道说，事故导致核潜艇前部的压载水舱损坏。美国海军此前一再表示，潜艇的核反应堆和推进系统没有受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对于美方的调查回应表示，我们已就该事故多次表明严重关切，要求美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做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我们看到的是，事故发生1周后，美方才发表了一份语焉不详的声明，说核潜艇撞上了不明物体。事故发生近1个月后，又说撞上了不知名的海底山。美方还将事故地点刻意模糊为所谓的印太地区国际水域，对核潜艇的航行意图、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是否在别国专属经济区甚至领海、究竟有没有造成核泄漏，以及破坏海洋环境等外界严重关切和疑虑的问题，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这充分暴露了美方的不透明和不负责任。我们再次敦促美方详细说明事故的有关情况，充分回应地区国家的关切疑虑。关键是要停止派军舰军机四处滋事挑衅、炫耀武力，停止损害别国主权安全的行径，否则此类事故恐怕不会更少，只会更多。上周六，美国海军部长托罗在关岛登上了美海军兰德号潜艇补给舰参观，在背景中能够看到一艘潜艇的尾壳以及部分艇身。眼尖的美媒认为，这就是康涅狄格号在出事后的首张官方照片。美媒通过分析后认为，潜艇的尾壳没有受损，艇身上搭起了一些黑色结构，但潜艇艇首，尤其是水线以下主动声纳阵列的圆罩是否损坏还不得而知。美国动力网站报道认为，康涅狄格号的尾壳没有受损，这也让撞山的一说能说得通。但从拍摄于10月20号的卫星图像来看，仍然让人怀疑潜艇的艇首可能受到了严重损坏，尤其是其内部的声纳阵列。军事专家尹卓在接受央视军事频道节目采访时认为，美军此次公布核潜艇事故调查结果，称撞上未知海底山脉只是可能性的一种，而核潜艇撞上山脉，说明它当时正在南海进行侦察活动。因为它进行侦察活动的时候，或者是对其他的舰艇进行跟踪的时候，它一般只用这个被动声纳在测量，而不开启主动声纳，而且对水面的目标或者对周边一些国家的港口进行侦察活动，害怕暴露自己的行踪，因此关闭了主动声纳。它在水下的活动呢，不管怎么说是对人家进行抵近侦察。首先，抵近侦察就是一种战略威慑，而且是一种战争威胁的行动，说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大国竞争。尹卓还认为，这次碰撞事故在艇首的撞击比较猛烈，内部的管路是否有泄漏、折断，还需要更多信息。因此，此次事故造成核泄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另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周日发布的消息，当天上午，包括美国空军1架次 WC-135W 核侦察机在内的5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活动。WC-135W 是美军唯一一款用于在空中收集核武器爆炸后的碎屑、飘尘等的核侦察机，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款专用化的核侦察机。该型侦察机闯入南海上空活动十分罕见，这不得不令外界产生丰富的联想。本次事件中的海狼级核潜艇搭载的 S6W 型反应堆使用93%的高浓缩铀235，理论上已经达到武器级的水平。水下碰撞究竟会不会造成核泄漏？
中科院物理所微信公众号撰文分析认为，如果碰撞发生在艇首或者桅壳附近，一般不会伤及安装在中后部的核反应堆；但如果碰撞发生的位置正好处于反应堆所在的舱段，那么核泄漏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具体取决于反应堆的结构是否受损。文章认为，总的来说，虽然核反应堆的技术已渐趋成熟和稳定，但用于作战的核潜艇会面临各种遭遇。一旦发生水下碰撞或者其他事故，破坏了堆体及周围带有放射性物质的管道，就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放射性污染。因此，事故发生后，明智之举应该是立即查明原因，组织行动，从而降低影响。客观来说，这个核潜艇遇到这种水下的事故呢，多多少少都会有核泄漏的风险。但是从美国的这一次的这个状态来看呢，它的应对状态，它最后事发以后，核潜艇是依靠自身的这个动力，返回了关岛。如果说它的潜艇上核反应堆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美国人第一想法肯定是设法关闭核反应堆，然后找其他的军舰啊什么的，将这个军舰给它营救回去。那现在来说，它能够自行返航，而且美国人之前也反复的强调说，这个核潜艇上的核推进系统是保持完好的。那么应该来说，它就没有这种导致核事故的这个核泄漏的危险存在。不过，值得警惕的是，此次美核潜艇受到撞击损伤之后，下一步美军可能向南海加强潜艇力量部署，以确保其对包括南海在内的亚太地区的所谓战略威慑。同时，美可能将进一步加强海洋测量船等活动，调查南海海洋环境，摸清海平面以下地形、洋流等情况。而美军核潜艇近期的活动范围远不止南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日在出席 G20 罗马峰会时就表示，美方向黑海地区派潜艇的行为是对俄方的挑战，俄方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派到黑海呢，美国的核潜艇显然主要目的同样是以这个侦察这个情报为主，因为这个核潜艇实际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舰艇，它的这种攻防能力都比较弱，但是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隐蔽性，所以它能够在水下，就是在不惊扰这个周边环境的情况下，监视这个黑海地区的一些海上的这个动向。美国海军周一还宣布，2栖指挥舰惠特尼山号前往黑海，与北约部队开展联合军事行动。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索契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可以通过望远镜观察它，或者用防御系统瞄准它。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加强空天防御力量，也将对一些国家试图打破战略平衡的企图做出回应。Есть и планы, известные всем, США по размещению ракет средн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 Европе, что тож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для нас большую опасность и угрозу. Мы не можем не замечать этих угроз дл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и буде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адекватно ситуации на эт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美核潜艇碰撞事故发生1个月后，美军首次承认获起海底撞山，但关键细节仍然云山雾罩。那么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美方不透明、不负责，您对此如何看呢？美军声明里有价值的恐怕就一句与未知海底山脉相撞，而为其遮羞的呢还有一句，那就是在所谓印太地区国际水域行动期间。什么意思呢？我偷偷搞事情栽了，但我是在国际法允许的区间内出的事儿，你能奈我何？够无赖的。另外一方面，这也警示我们，美军这类活动不会因撞击而停止，反而会更加变本加厉。除开潜艇，像我们常见的侦察船、无人艇等等，都会越来越频繁地出没在我们的家门口。现在呢，大家想弄清的恐怕是康涅狄格究竟是干什么才出的事儿。我个人的观察可能在乎2个方面：一，康涅狄格所在的美海军第5水下中队，每年是轮流派3条海狼级到全球骨干海底的光缆节点活动，那儿承载着约95%的洲际语音和数据传输。其实他们的工作很简单，通过在400米左右的水深不同点位反复探查，捕捉电磁辐射，一旦发现电缆走向，下去就在电缆上面安放吸附式窃听器。还有一个，那就是基于大国竞争的考虑，美海军在南海等中国近海水域抵近活动，既对中国海军形成牵制，又保持暂时的先发制人的机会。事实上，核潜艇号称无线巡航，但绝非盲目活动，
只会按照预定的航线航行，在一个地方安静等待。形象的说法叫蹲坑待机。当前，核潜艇的常见活动深度大概是200到400米左右。就大家关心的南海而言，那的平均水深是约1200米，所以核潜艇最希望的是能够在待机和预定作战海域附近，有水深200到400米左右的平坦海底进行部署，这被军界形象的叫找坑。而这样的海床绝对是稀缺资源，需要反复活动和测量才能找到。考虑到核潜艇执行水下任务普遍不开主动声呐，基本靠海图引导，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因海图老旧导致的碰撞事故的可能。康涅狄格号事件再次暴露了美军对亚太国家大搞底线侦察的霸道行径。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呢？美艇刺探的暴露是个意外，但深刻表明大数据时代各类信息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水文数据包括海洋的温盐深度，还有海流、重力、地质地貌等等。其中呢，对作战很关键的就是海底地形和海水盐温的变化，特别是后者，受特定区域不同时段、不同流速的影响，规律很难掌握，需要持久的跟踪测量。再一个，我们也要做好未来可能因水下事故所引发的法律战和舆论战。多年来，美潜艇酿成的水下交通事故往往殃及池鱼，而且自己闯过后会置受害者于不顾，特别是中国就蒙受过这方面的损失。我查过档案，81年的4月9号，美艇华盛顿号在日本佐世保撞沉了日本商船日升丸，自己溜之大吉，看着日本船沉没，还淹死了2个日本船员。而日升丸呢，恰恰装了2300多吨的中国进口物资。美艇肇事后，美方只对日本的死难船员船东进行了赔偿，却对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中国物资拒不赔偿。后来，我方向美国的纽约南区法院起诉，最终却不了了之。考虑到美军事平台加紧在我周边活动，尤其今后水下斗争可能的常态化，我们应该下好先手棋，加大这一方面的揭批。同时呢，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商法等等法律层面做好安排，以备不时之需。